嗨，大家好，今天3月4号啊，3月份的最後一個交易日，先說一說亞洲的情況啊。隔夜呢，昨天亞洲股市是跌的一個莫名其妙啊，就是很瘋狂的跌。恆生指數呢其實也還好啊，跌了2%，其實也還算正常啊。然後昨天呢是韓國跌的比較慘啊，昨天韓國指數跌了12%，盤中出現3次還是4次熔斷了。然後昨天韓國國內呢預估有超過100萬人爆倉了啊，昨天這個指數確實跌得太猛了，這個韓國散戶簡直是全球牛幣一樣的存在啊，炒數字貨幣也是 all in 高槓桿，然後現在把指數當妖狗炒啊，這兩天跌掉了差不多1個月的漲幅啊，就是直接把2月份的漲幅給跌沒了。反正最近呢，韓國股市是漲得非常不錯啊，特別是受到這個存儲芯片的這些需求的影響啊，特別像美光啊、海力士啊，不是美光，海力士啊、三星啊，不包括美光，海力士、三星這兩家啊，直接就給它拉上去了，然後一直其實走的都不錯啊，就是從去年4月份開始，其實全球股市走的都不錯。那麼現在呢，是韓國股市呢領先下跌了啊，這個昨天跌了12%，跌得很猛。然後昨天恆生走的也不好，對吧？恆生科技指數那就不說了，簡直是已經是都不知道跌到哪兒去了，是吧？好吧，然後這個是昨天的情況。然後歐洲呢，隔夜歐洲呢現在是都在漲啊，漲得還不小，還不少，走的還不錯啊。但是到底今天收盤收在哪兒，現在不一定，因為和美股重合的時間還沒有開始啊，最終收盤呢還有一會兒。所以隔夜呢，現在歐洲股市呢是在上漲的，然後亞洲股市是重挫啊。昨天，這個數字貨幣呢也是全線拉漲啊。這個BTC 呢高點已經漲到了7.1左右啊，然後現在又回落了啊，高點漲到了7.1800接近7.2了，現在呢又回落到了7.700左右啊，就是回落差不多1000塊錢。ETH 呢現在報價2042啊。2042高點呢也是漲到2092，也回落了50塊錢這麼樣一個樣子啊。這個是數字貨幣。然後美股指數呢現在全線上揚啊，但是現在這個漲幅已經減少了。標普轉跌了啊，已經標普現在是一個也沒轉跌啊，轉跌了。標普現在是0.01，道瓊斯負的0.07啊，然後納斯達克0.09啊，羅素0.28。其實我覺得今天美股可能會走出一個高開回落的這麼一個狀態啊，因為昨天前天的拋盤其實影響還在，今天就算拉漲呢，可能也沒有那麼快啊。雖然現在有消息說這個伊朗接觸準備要繼續談判，但是特朗普昨天又發話說他不談，對吧？再加上這個現在反正美國這個兩黨呢難得的統一啊，就是要停止戰爭，國會好像今天投票吧，還是怎麼樣？我沒注意看新聞啊，待會兒大家再關注一下這個事情。美元指數呢回落，油價回落啊，這個是隔夜的一個情況，也就是受這些消息面的影響。然後美債收益率呢繼續攀升啊，因為油價這個通脹的效應已經是確實存在了啊。然後再加上這個中小企業呢，現在也是不堪關稅的重負啊，就是也是。在拼命的把這些關稅成本也轉嫁到消費者身上啊，整體的這種價格都在上漲，這個是一些新聞吧哈，一些消息面上的東西。然後大家注意一下，今天一會兒開盤呢，一會兒盤前呢有這個 ADP 就業人數啊，有小非農，最近的小非農呢其實影響不太大啊，大家還是要注意星期五的就真正的非農啊，注意大非農和失業率。然後這2天反正伊朗的這個局勢影響會比這些數據的影響要大得多，隨時會引發市場的一些震動啊。這個是整體的一個情況啊。剩下呢其實也就沒有什麼了。今天反正這個 AVGO 盤後發財報啊，大家還是要注意一下這個芯片股會不會繼續出現一些風險啊。現在呢也給大家說一說這個路邊社的消息呢，英偉達的新架構這個吞吐量從22T 降到了20T 啊，就是已經完全不及它當初設計的預期，最終產品最終還能剩多少這個吞吐量不得而知啊，只能等產品下線，用戶真正實測之後才可能拿到數據啊。現在呢只是這麼樣一個說法。
這個瓶頸呢，主要是因為存儲和這個供應商的这種電路板啊，這些上面整體的一個本身的硬件上的一個瓶頸啊，所以這個也就是我之前一直在說的，就是硬件整體上其實已經達到了一個瓶頸了。就是你再怎麼把上層的架構再怎麼搞，其實你底層還是冯諾依曼，是冯諾依曼，你就躲不開這種傳輸的問題啊，所以就不要太去糾結這些事情了，好吧？我就不太過多的去講這個空英偉達的邏輯了。反正我也給大家提個醒啊，就是英偉達呢，其實到了175到170之間呢，你是可以抄的啊，這個是对於大多數人，就是因為確確實實從技術指標和市場結構上看，這裡是有很強的支撐的。至於我做空呢，是我自己的事情啊。但大多數人還是希望去持有這些大的权重的科技股啊。那如果你想抄的話，其實170到175这裡是一個很好的區間。如果跌破了，你也不要來罵我啊，因為我是強力看空英偉達、看空 CRWA 的啊。至於我看空英偉達的目標價在哪裡，我也不能抬出來說，對吧？好吧，就先說到這裡啊。今天呢，反正現在整體的指數已經開始回落了啊。剛才我這個反正我可能這個起床的時候，剛剛把這個數字貨幣的多頭也平了啊。現在呢，反正已經轉了空了。反正一會兒再走走看吧啊，就先說到這裡啊，多的就不逼了啊。今天呢發的比較早，我就不等這個小非農了，因為昨天晚上這些新聞比較炸裂啊，這個和小非農比起來已經其他新聞已經夠講一半天了，特別是韓國指數暴跌12%啊，超100萬人爆倉這個事情，簡直是也算是活久見了啊！這個很少看見哪個國家的指數一天幹了10%，在這個階段，在這個時代，不可能再去重複1987年這個標普當天瀉了25%這種事情，對吧？如果真的出現這種情況，那簡直是太恐怖了啊！這個韓國昨天是複製了一把，反正我們是有幸見證了，雖然沒有參與，就在旁邊看戲而已，好吧？多的不說了，就說到這裡了，祝大家交易順利啊，拜拜。